大家好，这个世界总是矛盾的结合体，有真相就有假象，有宠粉也有六粉，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同样的，有死忠铁粉，也有黑心黑粉。不过现在的黑粉也是狡猾的那一种，就像一些热搜，貌似热捧某位艺人，而且还是热度非凡的那一种。结果呢，大家伙一起架在火上烤了半天了之后，才会有人突然发现不对呀，似乎方向错了。热搜的目的明晃晃就是明褒暗贬，带进深坑的。这情况明晃晃就需要代言识人，多个心眼了。因为热搜不一定是好事儿，对家花钱买的赵丽或者王一博的热搜更加不是好事儿。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3月6号是赵丽颖的大日子，她的一则好消息传遍了整个的网络，尤其是让萤火虫们兴奋不已。那么您猜赵丽颖的好消息是得奖了呢，还是中奖了呢？跟着过了4天，也就是2022年3月10号，又成为了王一博的大日子，他的热搜居然又冲上了红榜了。那么您猜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日子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热搜词条呢？首先，赵丽颖的好消息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位玉树临风、温润如玉的古装男神，而且还是很多女性心目当中的那个梦中情人。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可以说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说到这些溢美无边的形容词绝对不是出自新闻我向来都语别不同的口中的，而是某一份通稿当中的非常走心的文案来的。当然了，这份走心也必须加上个双引号才行。说他走心是因为这份通稿的目的性极强。当然了，如果说赵又廷是一位美男，或许还是会有不少人点头认可的。这位作品不多、形象出圈的古装男神，可以说是因为一个人以及一部戏合力造神出来的。大家伙之所以非常熟悉他，除了因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流量贡献值之外，更加是因为他是大众女神高圆圆的老公来的。说到这，不好意思，这两位男神女神高调碰撞出来的火花，新闻我到现在依旧是，即便是戴上了3D 高清的眼镜，也依旧是看不出来的那一种。不得不承认，他跟杨幂的那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让他不仅凭借着夜华这个角色大火出圈了，并且圈了无数的粉丝出来，更加因此荣获了2017年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突出表演巨星奖，以及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这无疑是他出道以来最燃的高光时刻来的。而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赵又廷真正数得出来的、叫得出名堂的作品，反而都是早期的痞子英雄和猛侠。有意思的是，这个古装男神今年这个2022年又要披挂古装再起风云的了。对手则是电视连续剧女王，而且还是转型当中的那个赵丽颖。说到这，您是开心呢，还是期待呢，还是
怀疑呢？迷惑呢？让人格外迷惑的还有王一博的迷惑行为大赏。他在4年前的一个动作，让他再次的冲上了不知是赞还是弹的热搜榜单了。相关的热搜词条完全神似失踪邓某的那个热搜词条。更加吊诡的是，两者的时间点也是完完全全重叠的那一种。这个时间点恰恰就在邓某突然社死、神秘失踪之前，而这条邓伦3次上厕所都有人的相当怪异的词条，阅读量当天就超过了 1.2 亿之多，讨论量当天就超过了4万之多，而且连带出来的关键字更是我之前重点聊过的那个不断躺枪的何炅和他的大侦探。于是乎，这个超长低调、超想隐身的何炅被连番的带上了风向，被连番的送进了风口。还有背后的他的大侦探以及芒果台等等。所以呢，您说这些诡异的结合体是在召唤着什么呢？无可置疑的是，古装男神突然之间大火，召唤的就是那个赵丽颖了。这位曾经在古风界大火过的古早男神，将在春花宴中再次的贡献出自己不俗的演技出来了。江湖传闻，跟赵又廷搭档的就是期待转型成功的赵丽颖了。有趣的是，传闻中女主角的定妆照也同步的流了出来。这张定妆照中，赵丽颖的扮相依旧是清丽脱俗，齐乳的裙子，眉心的花钿，唐风满满，意境连绵，再加上赵小刀独有的流萤目光招牌的动作，简直了。那么这部主打虐恋的青花宴，何德何能够让电视剧女王突然之间掉头转向的呢？话说，这部《春花宴》是根据作者黑岩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主要围绕的是一位皇帝与一位平民之间的爱恨情仇。赵又廷所饰演的皇子慕容锦，跟赵丽颖所饰演的死士梅林，原本相依相偎，定下了终身了，却又因为国仇家恨、身份悬殊，最终无法得偿所愿的悲情的故事。据悉，天花宴将由中广天泽和好奇心影视联合投资，将在芒果独播。讲到这儿，希望您能听得出重点出来。那么整个故事梗概为什么能打动那个赵丽颖呢？或者说赵又廷难道比王一博更男神更来电吗？可以说赵又廷的卖点有1，而剧情的卖点有2。首先，这两个人虽然一见钟情，但由于生在乱世加上阶级阻隔，让他们的爱情之路相当的坎坷曲折，千辛万苦。这种虐心就是该剧的最大的看点所在了。而且这部剧的男主定位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男主定位特别的相似，所以呢，这就是赵又廷的卖点就在这里了。这种赵又廷式的大男主拥有着无限的权力，偏偏又爱上了和自己地位悬殊的女人，因此呢，跨越阶级的虐恋特别容易让吃瓜群众们放不下自己手中的瓜。
红颜薄命，江郎才尽。虐恋的开始就这种不变的桥段了。所以呢，这种给力虐心的情节，让演员的演绎特别容易事半功倍，共情能力也是特别容易倍增的那一种。估计到时候书粉们边看边哭，又是特别容易脑补的那种大 IP 场景了。这就是剧情的卖点之一了。这还没完，春花艳属于超级古早的超级艳女的类型。女主身份属于男主的死士，因此呢，男主一开始就特别不把她当人看，给她吃毒药，把她和战俘放到了一块当活靶子，等等。跟着呢，男主遭人暗算之后被瘫痪了，结果女主端直端调的去伺候他。虐心的是，女主自己毒发的时候，问男主要解药的时候，这男主便哄骗他，直接给他吃了哑药了。然而呢，这种完全虐出脑汁的魔鬼 PUA，女主却一点都不记仇不记恨，还不远千里寻来了神医去医治男主。这种纵你虐我千万遍，我仍待你如初恋的不死的情节，注定会让剧情的卖点二次的升华了。于是乎，这部电视连续剧传闻开拍之后，一边倒的开心的风向99%都吹向了赵丽颖。要知道，高标准严要求的赵丽颖向来都是很挑剧本的。过亿的粉丝搭配上漫长的剧荒，注定让死忠的铁粉们各种的饥不择食，各种的无比上心的。说到这，您也就明白了王一博置换赵又廷的话该有多烧脑的了。同样的，如果杨幂去置换赵丽颖的话，又该有多适配的。可以说，这部《春花宴》让剧迷们齐开心又齐的烧脑的时候，有一个真相却明晃晃的藏在了背后了。这个真相跟王一博的距离也是咫尺之遥而已。今天是王一博上厕所误击冰淇淋掉了4周年。当这个相当漫长的词条突然之间冲上了热搜的时候，您的大脑又是如何过电的呢？又是如何短路的呢？您觉得这个词条是祝福多多呢，还是记挂多多呢？或者说诡异多多呢？你又觉得王一博上厕所误击冰淇淋4周年这种相当精准的记忆和相当别致的思路，跟正能量跟主流又有任何的关联吗？需要彼此勾兑吗？当古装男神赵又廷的通稿捆绑上了赵丽颖的时候，当4周年的怪异的词条捆绑上了王一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热搜是个好东西，它能制造出爆款流量的热度假象出来。热搜同样也是一个怪东西，奇特的风向之下，总能导向某种深不见底的营销黑洞当中。这些黑洞往往不是促进了当事人，造就了当事人，而是利用了当事人，吞噬了当事人。而且副作用是，这些热搜占据了大量的公众注意力，引起了有关单位的实在的警惕出来了。为什么新闻我会
这么说呢？因为清朗风暴之下所有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都是必须引导出更多正能量、更多有价值的积极思考和正向讨论出来，而不是持续成为垃圾热搜、低级趣味、失控流量的影响者，或者说制造者。在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突然爆炸出来的春花宴的可疑话题，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蹭赵丽颖的流量，去溜赵丽颖的粉丝了。而趣味第一集的王一博4周年的话题，明晃晃也是同款蹭流量刷热度的唯二目的了，而且伤害性更大。正所谓烧脑的事情年年有，今年的烧脑特别多。先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伙，2022年一定要带眼识人，一定要带眼看事儿。这不，王一博跟乐华的合约本来是今年到期的，为此先我也是开篇深扒深聊过多次的了。然而呢，合约延至2024年了。那么您猜为什么呢？